welcome our last speaker today, the founder and CEO of Wallaby Phoenix, Michael Harper. Hi, Michael. Really great to have you here. Thank you. Could you please start to share your screen? Sure. Yeah, okay, make your presentation ready, and I will start to introduce you in Chinese to our audience. Okay, by the way, actually, you could do it on your own, right? You speak Chinese. 然后我用中文今天讲我的内容吗？ No, Okay. you can do it the way you like. Okay. Yeah. Okay. Good. I'll if you prefer Chinese, I could do the presentation in Chinese, or if you prefer, I could do it in English. So, but my contents are in English, unfortunately. Okay, it's up to you. Maybe in Chinese would be really nice for our audience. Okay. 各位大家好，我很荣幸在这边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是Michael Harper，我中文名字叫阿木克，我是公司的创始人兼集团总裁。今天我会讨论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公司收购 Phoenix， 其实 Wallaby 原来是沃比医疗。我们收购了一个德国公司叫 Phoenix， 然后变成 Wallaby Phoenix。所以今天我会讨论这个话题，就是overseas cooperation M&As as a viable path for companies to enter foreign markets。所以今天我会分享这个，就是我们的国际合作和收购，就是作为一个方法，公司可以快速扩大到国外市场。首先我自我介绍，我是来自美国，然后原来我是学的计算机科学，后来我读 MBA， 然后我读 MBA 的时候，我因为喜欢技术，也想对社会做贡献，所以我选择加入这个医疗器械。所以06年加入美敦力，然后他们派我到日本，因为我也会讲日文。08年他们派我到中国，然后我一直住在中国。我是中文语序，也是有中文永久居留证。然后我10年离开美敦力，然后开始做一些这个领域这个行业的一个咨询顾问。同一年我认识我的另外的创始人刘斌。通过一个我的MBA 的一个校友，也是我们两个人非常好的共同的一个朋友。13年底我是了解到这个中国亚洲的发病率，就是中风的发病率的问题，因为其实中国是占全球的新发病人的40%。所以我了解到这个问题，又知道刘斌在这方面的可以说是资源，所以我说刘斌我们要做这个领域。然后14年初我们开始找一些代理的机会，可是这个我们找了出名的我们领域的公司叫 Penumbra， 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 Phoenix， 因为其实当时我们知道 Phoenix 是在这个领域是很出名的，虽然不是很大的公司，作为一个创新的有创新的针对中风的一些产品的公司。所以15年也找他们，可是他们当时不考虑中国，所以我们就决定自己做。这个今天我会介绍这个领域，可是我们领域还是很有特点。因为而且我觉得我们公司的路也是很有特点，所以反正我会分享，希望也对其他的听众会有参考意义。可是我们也是有比较特点的一个路。所以因为其实首先就是我们成立这个公司，我们一直有比较大的一个愿景，可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策略就是国产替代。
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可是我们是分析了这个市场。因为我们看了，在这个就是国产替代，还是有很多国产公司做的很成功，在关麦支架、在骨科还有大支架领域，可是一直在我们领域没有做的很好，所以我们自己的结论是这个领域还是很有特点，它的风险是很高。因为这个涉及到很脆弱的那个器官的大脑，然后那个脑子的血管很迂曲，很容易破裂。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结论是要在这个领域成功，无论如何在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你产品的质量，就是从那个产品的质量，包括功能，就是要非常好，就是你至少要最好的，就是美敦力、史赛克那种产品，至少要他们的水平，甚至要比他们好。所以从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原则是做产品要做的就是最好。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有这个原则，我们才就是成功的后来的收购 Phoenix，包括我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公司，都是跟这个原则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是有这个结论，有这个策略。所以反正我先多介绍关于我们公司和那个也这个领域。反正我们一直是眼睛是很大，因为我们是中国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集中中国，最开始我们也是考虑全球，可是从中国开始，因为中国是40%的病人，所以我们觉得在中国我们有成为第一，我们有机会就是成为全球挽救中风患者最多的医疗科技公司，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雄心的的一个愿景，因为我们就是想对社会做这种贡献。然后这个领域就是反正中风领域每年有大概1300到1500万，中国是占40%。然后有出血有缺血，出血是动脉瘤导致的，缺血是那个血管堵住导致的一些中风。然后有颅内狭窄也是缺血的一种，也有那个就是那个几种缺血中风，急性缺血中风。所以不同的那个领域有不同的产品，就是对出血有弹簧圈、有密网支架，还有支撑弹簧圈支架，还有一些通路的产品，除栓。然后对那个缺血，主要是那个除栓支架、抽血导管，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产品。颅内狭窄有颅内支架，还有那个扩张抽囊。可是这个领域还是产品是很多所以你要在这个领域你要做，其实这个跟其他领域也是，因为这个领域也要很多东西。所以我们的就是不仅仅要产品是非常好，你也要很完整的产品线，就是为了做大。这个也是跟我们收购 Phoenix 的原因也有关系。所以，然后这个市场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就是其实美国、欧洲、中国和日本，其实这四个市场是占全球的85%从收入的市场。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而且其实这些专家也是专这个领域的专家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人群，因为虽然这个市场是什么大，很 niche，而且这些专家也是很 close，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圈子，这个也是我们领域的一个特点。所以然后 Phoenix 因为其实在产品方面，后来我解释这个产品，然后这个领域也是很重要。所以然后我回到这个Wallaby 和 Phoenix 这个故事。其实Wallaby 这个沃比医疗，我们是2015年最
后一天成立了。然后我们先注册，我们先建立我们美国研发中心，后来我们注册我们中国上海总部，然后这是在16年，然后虽然我们15年我开始接触那个 Phoenix，15年初我们成立大概1年前，所以我18年又去找他们。当时也是想代理他们产品在中国，可是18年他们又拒绝了我，可是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弹簧圈，然后当时因为我们15年我们成立公司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产品就是弹簧圈，然后18年我们正好拿到了我们的美国的 FDA 的注册证，这个也是跟我们公司策略有关系，因为我们当时做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要做产品，就是最好，就是非常好，所以多做一点点投入，我们发现可以拿到美国的注册证，有 CE，所以我们觉得反正多做点投入，这样我们有一个 option，有一个选择，就是有一个。如果有机会，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18年我又遇到Fnac 在一个学术会，然后我又去找他们，然后他们说我们对中国现在没有不想这个不是时间，可是我们需要一个弹簧圈。然后我说弹簧圈你需要一个弹簧圈，我们有最好的弹簧圈。然后他们很怀疑，就是说，真的吗？我就是不相信。可是后来他们做了，让我们就是去阿根廷，让那个有一个拉丁美的一个大腕儿，包括一个德国的大腕儿，都到那边去，然后都让我们就是他们都做了很多。其实他们有几个病人，就是用了35、40个弹簧圈，然后最后都用完了，这4个病人，他们说 OK，我们觉得弹簧圈很不错，想合作，所以19年最后我们谈好了，嗯，就是谈好的是他们变成我们的美国和欧洲的代理商，可是从那个合作开始谈的时候，我们 Wallaby 就是沃比，我们已经决定，因为我们已经看好这个未来，觉得这2个公司，包括他们也是这样说了，我们是非常互补的，因为当时我们只有弹簧圈，可是他们的产品是比较多，可是我们是中国，然后他们是欧洲、我们是亚洲，他们是欧洲和美国，所以他们觉得从产品和地区我们是很互补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沃比已经决定，我们不要跟他们有冲突，因为我们跟他们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楚双支架在开发，我们决定不做了，把这些资源做别的产品。所以几年后，就是2022年，就是去年4月份，我们最后收购它的时候，我们是一下子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全球的领导者，从产品，因为 Wallaby Phoenix 没有的产品，我们都在这几年都开发好了，他们有的产品都已经就是非常好，因为这个也是跟他们的理念也有关系，这个也是这2个公司我们怎么能收购他们？为什么他们也认可我们，让我们收购，也是跟这个理念也有关系。因为其实这个 Phoenix，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原来是另外的公司的创始人，是叫 Dendron，Dendron 也是一个德国公司，原来是一个德国公司，他们做了其实是九几年成立的公司，然后后来他们被一个叫 MTI 公司被收购，MTI 被 EV3 收购了，EV3 被科汇收购了，科汇被美动力收购了，然后他们其实 Dendron 是有2种产品，一个是弹簧圈，另外是楚双
之战，现在的美敦力的那个除酸制 Solitaire 其实是他们发明的，所以而且这个 Solitaire 是全球的除酸之战60%多的市场占有率，可是他们为什么其实是 MTI EV3受过 MTI 之后，他们把这个德国的技术转到美国，然后把德国的团队都炒掉了，所以在 Dendron 的会他们再生了一个凤凰 Phoenix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所以，而且他们一直不想再有一个单转，不想有，所以为什么就是他们也最后我们收购他们也接受了，因为他们也是认可我们有这个也有这个信任关系，而且他们看到我们是非常互补的，就是其实也是互相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公司一起来了，就是一下子我们是有这个全球的布局。也有不仅完整的产品线，所有的产品，因为其实这个领域还是这个特点，你有完整产品线，如果你产品都不怎么好，没有人会用你的产品，你没有太大多的意义，所以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些经验，然后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时间怎么样，所以现在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然后有700多个员工，然后有350多个专利，销售在六个多的销售区域。我们重点还是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这4个地区，因为这是全球85%的那个市场。可是我们覆盖还是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也有5个研发中心，包括中国、美国2个在德国，还有1个在爱尔兰，然后有3个研发中心，中国、德国和爱尔兰。所以我们收购 Phoenix 之后，我们也所以你看，我们是变成一下子一个全球，我们把他们的管理团队融入了到我们，就是其实变成一个公司，真的是就是像一个合并的一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很全球的，而且我们的人都是EV3美敦力士赛克的全球的原来的很强的一些人，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 CEO 其实 James，我也是其实15年最开始跟他接触，我们也最近让他作为我们的 CEO，就是因为这个人也是做了30年这个领域，所以所有的专家都是全球，包括中国、日本、美国、欧洲都是就是很认可这个人，包括我们的销售团队原来都是很强的美敦力士赛克的，包括中国也原来是一个EV3的那个老大，这个Grace，对，然后产品线，这是我们已经商业化的一些产品，包括弹簧圈这个是 Wallaby 的产品 ，Esperance 是 Wallaby 的产品，包括这个 Pinovis 17是 Wallaby，Pelotier 是 Wallaby，然后其实后面也很快，我们也有很多产品其实是 Wallaby，马上会在中国和美国快速拿到注册证，因为其实包括日本也快速在拿到注册证，现在欧洲因为 MDR 的问题是比较厚，好，非常感谢 Michael，really great。我不知道那个中文说的这么棒哈。我们今天我看到那个直播间，也是好多在说中文讲的太棒了，真的，
我觉得可能是，您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也很长，然后呢，有一些问题哈，跟你讨论一下。因为，我们物比医疗成立之初呢，其实，就是由您和刘冰先生，对吧，一块儿，然后我感觉哈，就是一个中美的一个完美的配合，因为在企业，比如说国际交流啊，或者我们谈出海呀、那个就是跨境的交流，不同文化区域，这个其实会给我们企业带来很大的一个是，我觉对。得是很大的优势，因为其实刘斌非常本土的。我跟刘斌开始合作的时候，嗯，那个其实我中文变成这么好，是归功刘斌的那个跟他的交流，十十几年的交流。对，等于是也是您的对，中文老师啊。嗯，反正不是中文老师，可是嗯，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我看来，可能是这个也是我们沃比医疗为什么就是这么快走的这么远，而且这么稳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企业本身在成立的之初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企业，而不像是就是中国基本的大多数的企业其实都是中国本土的团队，很少有海外的团队。顶多一些海外回国的留学生啊，这个海外背景，但是是中国人。但是像你是这种沃比医疗呢，我觉得就是占了一个我们说先天的优势吧，就很容易打出品牌走向世界。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神经介入领域真的是做的非常好。然后其实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哈，你为我们大家解析一下。那如果对于我们真正纯粹的中国的企业，如果想出海，是如何去寻找自己理想的比如说投资啊，还有收并购的标的呢？哪些衡量的目标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呢？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那个，你说这是个中国，你要一个中国，你要为了出海，就是什么样的公司收购会最好？嗯，那个我觉得，因为我知道其他的领域也做的在出海做的不错。其实我觉得基础是，所以我觉得首先产品，我自己觉得，可是这是我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的领域的特点。可是我也看了，一些其他的那个国内公司在出海做的很成功。我觉得其实很大的原因是跟他们的产品有关系，所以他们收购国外公司，我觉得是如果有这个基础已经做到，因为我看到我不说那个公司名字，在那个嗯 gastro 消化科里面有一个公司做的非常好，交换。就是是包括我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加州，他也是在这个领域，然后他找了那个 Stanford 大学的专家，通过 Stanford 专家专家认识到这个中国公司，因为这个 Stanford 的那个大学认可这个公司的产品，所以我觉得那个公司能出海，其实出海的，我觉得特别在这个那个美国市场或者日本市场或者欧洲这个主要的市场，我觉得也是跟公司的一个策略有关系。可是我看到，是跟产品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这些公司收购可能，如果也有互补的，也有销售的能力的，可能会对他们来说会快速的增长，因为你有产品。下一个事情就是，也需要，当然注册也是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注册是比较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问题。可是这个，对。销售这些关系，因为，包括怎么做这个销售，在不同的国家，就是你拿到这个 know how 的 relationships 关系什么的，嗯。呃，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收购了 Phoenix，虽然我们有这个产品是好，我觉得其实 Phoenix 也带来了
他们有这些，也不仅仅是有产品，他们有这个销售的一些资源，就嗯是让我们快速的增长。所以其实如果你看到我们的数字，我们我们去年收购 Phoenix 以后，我们的增长在快速的发展，这个也是更协同，也是更投入，因为可是因为有这个基础做好，然后我们现在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第一个季度跟去年的季度已经有超过50%的增长。对，我听不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啊，明白明白，其实还是就是在产品，肯定是产品一定要过硬，然后呢，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些主要的国家，美国、欧洲、日本，因为拉丁美和那个东南亚，也许按照要看你的领域，有一些领域你产品差不多足够好是可以的，对可是如果你要进入美国、欧洲、日本，你足够好的策略是肯定是不行，你要产品是非常好。对对对，这点我非常同意哈。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您现在还是在中国吗？还是在美国？还是今后要我很现在在出差，在日本出差，因为哦我跟我们的日本合作伙伴，跟他们就是包括日本专家的一些，啊？对，对，那可能是将来也是经常会到德国哈，到波鸿，right？是，对，包括还有美国，因为现在我们是全球还是一个全球的，对。呀呀，那太好了。那你有没有那个计划去学德语呢？因为你会汉语和日语了。对，我学了一些德语，可是问题是，因为你知道，德语还是对一个美国人讲英文的人是比较好学的。可嗯，是因为是英语和德语是比较近，所以德国人的英文水平是非常高。对，因为那就这感觉不个英文的基础是哈。德语，英文的基础是德语。对对，就感觉就是没有必要就交流，就是很融洽，是吗？是，是，那好，那希望我们沃比医疗或者是Wallaby Feedox，然后越走越好，成为全球性谢谢。世界领先的神经介入领域的佼佼者，为更多的全球的患者带来更好更多的产品，好吧，Michael，谢谢，谢谢，谢谢，呀，好。再见啊。